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财经快讯是：周一美元基本稳定，投资人在美联储官员谨慎表态后，等待进一步指引，以了解美国利率路径。尽管通胀有降温迹象，日元开盘走软，跌至每美元 155.80， 因交易员密切关注政府干预信号。欧元微涨至 1.087525 美元，接近上周触及的近2个月高点 1.0895 美元。接下来关注5月31日公布的美联储亲爱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报告。接下来为您播报。周一，亚洲股市延续涨势，创2年新高。中国推出最强力的措施应对房地产危机，以及全球数周内降息的预期提振了股市。美元在经历每周下跌后企稳。接下来为您播报。贝恩资本计划扩大其在日本的房地产团队，寻求利用日本房地产市场的机会。随着全球投资者越来越多地看到拥有可出售物业的日本公司的隐藏价值，贝恩将增加3至7名房地产专家，将对冲基金和保险业务翻倍或3倍。请看下面这条消息：日本国债收益率攀升至2013年以来最高水平，因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将致力于利率正常化和支撑疲软的日元。我们来看一下，受伊朗总统直升机坠毁和美国购买原油补充战略储备影响，周一亚洲原油早盘上涨，布伦特原油上涨 0.3% 至 84.24 美元每桶，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油上涨 0.2% 至 80.21 美元每桶。让我们关注，农林中央金库考虑筹集 1.2万亿日元77亿美元，用于增加资本和弥补出售低收益率外债的损失。该银行将抛售外债，可能会在截至2025年3月的当前财年为证券投资组合重组预留约5000亿日元的损失。请看下面这条消息：韩国和英国将在本周共同举办第2届全球人工智能峰会。本次峰会以人工智能安全、创新和包容为优先事项。峰会旨在解决人工智能的风险，包括劳动力市场影响、人工智能攻击和社会对通用人工智能失去控制等。峰会认为，社会的决策将决定人工智能的未来。让我们关注，铜价创历史新高，受到金融投资者预期供应短缺的推动，受纽约市场巨幅挤仓推动，铜价飙升至前所未有的溢价水平，导致金属供应重新流向美国。尽管实际需求疲软，但供应中断和持续的涨价吸引了金融投资者，压住进一步上涨。接下来这条消息：富裕的美国人已经推动美国经济增长，但随着通胀压力和美联储提高利率，他们的支出势头可能随之结束。尽管如此，较高的财富效应仍支撑着美国人的财务状况，但消费者的谨慎迹象表明经济可能正在减速。接下来，字节跳动旗下的 AI 聊天机器人 Dolby.io 在下载量和月活跃用户数方面超过百度 ErnieBot， 领跑中国 ChatGPT 赛道。接下来为您播报：4年前，新冠疫情导致混乱，政府为救助企业和民众，借债无数，导致经济衰退。但特朗普在最近的集会上声称，美国经济在他的领导下达到历史最佳，因为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创下历史新低。民意调查显示，经济是美国民众关心的主要问题。特朗普在就业和生活成本方面比拜登更受欢迎，但经济数据揭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事实：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并未实现预期增长，预算赤字激增，关税和贸易协议并未带回所有失去的工厂工作岗位，疫情造成历史性的失业，通胀创下低点。特朗普对前者不承担责任，却对后者自吹自擂。请看下面这条消息：泰国1季度经济增长超预期，得益于旅游业和私人消费，缓解了央行为响应政府降低借贷成本的呼吁而采取行动的紧迫性。泰铢上涨。请看下面这条消息：2024年第1季度，加密公司全球风投投资增至24亿美元，表明投资者兴趣回升。尽管2022年第4季度投资量仅为17亿美元，但加密风投流在2022年第1季度达到峰值，达111亿美元。最后为您播报的财经快讯是：由于美国开始实施交易结算提速改革，市场参与者面临考验。大型指数在平衡事件在改革后几天发生，可能导致交易失败激增。
监管机构表示，结算加快能提高市场效率，但外国投资者将有更少时间召回证券和筹集美元进行交易。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